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曾经出现一个特别玄学的门派，在这个门派传承的思想中，全部都是关于阴阳五行的论述。他们通过夜观天象来判断天下大势，通过阴阳五行来解释王朝的更替。他们传承的理念直接影响了中原大地近3000年的历史，而这个学派还是道家的分支，也曾经是诸子百家中地位很高的一支——阴阳家。之前我讲墨家经常提到这个阴阳家，可从来都没有细说。今天呢，我用一个视频来说阴阳家的主张和道家的真相。阴阳家它出现在战国末期，也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，但后来在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中，张角喊出了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的口号。其实这句口号呢，就是受了阴阳家的影响，其中这个苍天指的就是东汉，而黄天指的就是曾经阴阳家留下的一个预言，包括古人经常讲的阴阳五行，诸葛亮的夜观天象等等，这些都是战国时期阴阳家这个学派所衍生出来的产物。阴阳家听起来很神秘，但是实际上它无处不在，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。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，天下礼崩乐坏，所有的思想家都希望能找到一套能够治理天下的理论。想要找到这个理论，就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乱世，然后根据乱世出现的这个原因，再采取适合的方法。例如儒家说是因为人们不够仁爱，不懂得礼节，所以才会出现乱世，而法家却说国家缺少适合的法律，没有规范人们的行为，所以才会出现乱世。而墨家说人与人之间不够兼爱，所以才会出现等级制度的剥削和战争。但阴阳家呢，他们的想法却截然不同，说这些都不是乱世出现的根本要素。为什么会产生乱世呢？因为这是注定的，没有办法改变。天下大事向来都是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意思是说呢，不管你多么仁爱，多么有礼节，就算是做到兼爱，法治完善，最终也一样无法阻止乱世再次出现。这是一种天道的规律，无法通过人为的手段去干扰。我们听起来它很魔幻，但是阴阳家的思想虽然只靠夜观天象、阴阳五行，但是它的内核始终离不开2个字：天道。所以阴阳家这股神秘的力量背后，还是道家在操控着这一切。那要说起道家呢，一直都很神秘，但是后来2000多年的历史中，怎么也读不懂道家的真相，它到底是什么。好在1971年马王堆汉墓被挖开，这里是一个道家宝库，有着道家失传的技术和失传的思想，仅出土的帛书就有12万字，整理出来了42本古籍，现在已经被编撰成7大本书，而其中有2本它揭露了道家它为何能衍生阴阳家的真相。这其中一本呢叫做《五行战》，另一本叫做《天文气象杂战》。五行战中，它详细的记录了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的运行规律，和今天的数据相比580天只差0.43天。天文气象杂战中详细记载了29个彗星的名字和周期的样子。我们都知道就算是用现在的科技，我们观察29颗彗星的运行周期至少需要160年的时间，而古人他居然做到了。更可怕的是呢，这些彗星的样子是21世纪用现代科学家望远镜才观测到的，和古墓出土的帛书上的图片进行对比竟然高度完全一致。这就说明我们的历史存在着严重的退步。而更意想不到的是，五行战和天文气象杂战我们能读懂的内容非常的少，也就是这一些运行的规律和彗星的样子，但是这也是帛书中的一小部分基础。这2本书的重点其实是道家失传的占星术和一些预测的方法，而这些早就已经失传了。除了玄学的部分呢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家真正的内核，也就是离我们最近、伤我们最深的部分《道德经》。但令人不解的是出土的帛书《道德经》和我们平时所读的《道德经》竟然完全的不同，其中有700多处关键内容被后人篡改过。这也证明了我们读了数千年的传世宝藏《道德经》居然是一本假的。比如《道德经》中说大器晚成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却写着大器免成。原来老子的意愿、坚持、福报、大器晚成这种心灵鸡汤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，枉则直，而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曲则进，枉则定。原来老子道家的真正意思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，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。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是篡改《道德经》的统治者。我们的书中还写着与善人，言善信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于善信。无论是读老子的道还是庄子的道，我们都会发现他们都是很反仁义的，说仁义都是鬼话，是把圣人的故意大道掩盖之后拿出来编造人的东西。而奇怪的是呢，为什么《道德经》上又出现与善人，言善信？这不就是和庄子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吗？我们读了2000多年都没有整明白，结果帛书一出土我们才发现，原来这里老子说的于善信呢，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来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再比如我们的书上写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这可是洗脑了我们几千年的概念。而出土的帛书上写是上善治水，水利万物而有静，
原来老子的意思啊，根本和不争、逃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觉得篡改的《道德经》固化底层百姓的思想，这可要比失传的占星术要可怕100倍。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换取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和三观。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，拉开贫富差距，他不希望普通人都能拥有大智慧，然后再用儒家的思想来愚民育民，彻底封杀墨家思想，让人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彻底消失。然后再篡改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把不争、无为、遵从天道这种思想来固化底层民众。因为儒家的思想主张的是人要分等级，构建等级社会，士农工商，男尊女卑，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的思想，然后再提倡信命，贫苦百姓家出生的孩子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，祖孙3代，世世代代。而贵族呢，他永远都是贵族，然后再篡改《道德经》上的内容，让底层老百姓永远都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，因为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，服从不争是做人的大道。而自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家真相之后啊，公开了道家的技术和道家的思想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真正的文化是强悍的。所以帛书《道德经》啊，专家坚持一定要出版，不仅印刷很好，内容很全，最主要的是呢，每一页都有篡改前后的对比，还有翻译。这本书呢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收藏一本。